我倒是想一个人呀，但是他们其中一个人，我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什么地方，只要我出了危险，他都会出现。还有一个人，我如果再把他抛下的话，他会挖了我家祖坟。还剩下7天寿命的吴邪准备前往雷城，他拜托刘丧和黑瞎子把其他人安全带回去。果然，吴邪刚和刘丧告别，胖子就从一旁树林钻了出来。我就是和你掰不开的那个我的那个你。他不管吴邪身体有多糟糕，胖子总会一脸笑容地出现在吴邪面前，因为他希望在吴邪活着的每一天里都拥有快乐的回忆。而小哥也默契地出现在前方，此刻不需要太多的回应，因为铁三角再度重启，毕竟结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陪伴的过程。醒过来的众人看着吴邪留下的书信，明白吴邪想体面离开的决定，可小白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但他们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，因为焦老板一伙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并且很快就追上了他们。黑瞎子当即决定去引开他们，本来黑瞎子一人就可以解决，却没想焦老板吹响了哑女的口哨，而这也彻底戳中了他的软肋。为了让焦老板交出哑女，黑瞎子只能放弃了抵抗，被一棍子重重砸晕了过去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刘丧等人也全部被抓了回来，接着便杀人诛心的把干掉哑女的视频放给了黑瞎子。黑瞎子瞬间心如刀绞，你等着，调皮没有好下场，总有一天我会收拾你。可焦老板却丝毫不怕，甚至为了逼出雷城的路线图，直接让手下对他们动手，还当场把贾壳子和李家乐割了喉。就在他们要割小白的时候，刘丧站了出来，表示愿意给他们带路，但前提是不能伤害小白。就在焦老板离开后，在毒气中存活下来的姜子算来到了这里，他本想拿些给养就离开这里，却没想李家乐还有一丝气息，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来。姜子算给活着的李家乐包扎止住了血，留下了部分给养，就继续去追赶吴邪了。而此时的铁三角在树林里看到了一群人影，吴邪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判断这些不是焦老板的人。那是谁啊？前面没有人。小哥，你是不是岁数太大，老花眼了，看不见啊？那些不是。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三人准备绕开。可就在他们绕路走时，吴邪却在人影看到了三叔的模样。原来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磁粉，在闪电的作用下，将当年发生的事情给记录了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三叔当年肯定来过这里。吴邪当即决定跟着影像前进，节省时间。结果走着走着，却碰到了已经变异的甲壳子，但甲壳子并没有攻击他们，反而是听见动静后立马就跑走了。吴邪三人为了弄清楚原因，一路追到了一个小土堆前。吴邪刚想上前查看，没想甲壳子突然扑了过来，两人一起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塔楼。等小哥他们下来后，才发现甲壳子早已死去。吴邪瞬间感到一阵愧疚，生活一地鸡毛的甲壳子，本以为这单生意会让他翻身做主，却没想因此丢了性命。让吴邪最无法释怀的是，甲壳子都死透了，还在给他们带路。紧接着，吴邪就开始担心小白他们的安全。好在胖子一阵安抚，这才让吴邪放下心来。随后在墙上发现了一幅壁画，上面画着99座塔楼，塔的上方还有一个巨大的穹顶。看来这个穹顶就是要找的雷城。就在这时，天空响起了雷声，机智的小哥立马发现了不对劲，当即让两人戴上耳塞，但雷声通过听雷装置放大了数倍，耳塞根本就不管用。吴邪两人只觉得头疼欲裂，好在小哥发现了奥秘所在，一刀就将雷公雕像砍成了2半，这才解决了危机。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，墙壁上竟出现了晃动的人影。IMAX。